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再次声明波音787飞机的燃油开关设计它是安全的，这就再次把印度的飞行员团体逼到了墙角。大家好，欢迎回到宋科新语。在印度航空AI171航班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个已知但没有被检查的燃油开关锁定缺陷之后，一场超越了技术本身的真正的重量级博弈已经拉开了序幕。就在印度航空民航总局就 DGCA 以雷霆之势在发布报告的第一天就下令对国内所有相关波音飞机进行强制检查之后，仅仅2天来自大洋彼岸的回应就一种强硬的姿态就呼过来了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和波音公司通过向全球的航空当局和航司发送通知的方式，共同重申了一个核心立场，就是波音787飞机的燃油开关设计是安全的，不需要发布具有强制力的适航指令，就是 AD。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安全通告更像一场公开的围绕责任、信誉和国家利益的这种跨国监管对决。今天呢，我们就深入来剖析一下，在这场对决中双方是如何出招的，并他们是怎么维护各自的核心利益的。这场博弈的核心在于看似简单的却价值千金的一个问题，那个可能存在的锁定缺陷的燃油开关到底算不算不安全？美国呢是防御的姿态它是维护产品和监管的信誉。FAA 的声明呢包含着可以说让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个逻辑悖论他们一方面承认在2018年对，他们就已经知晓了这个开关的锁定功能可能会在安装时脱离。他们甚至在那份原始的 SAID 通告里边白纸黑字的也警告我说，这种缺陷它存在的潜在后果呢，就是可能导致飞行中发动机会意外关闭。那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呢，这个问题并不构成一种需要发布强制性适航指令的不安全状况，就 unsafe condition 所以这就是这个事件里边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一个被官方文件自己定义为可能导致飞机发动机意外关闭的这个风险，这同时呢被同一个监管机构呢定义为不构成安全状况，不构成不安全状况。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在 FAA 的定义里边，到底要到什么程度的风险才算得上不安全？所以 FAA 和波音的这一次联合表态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先发制人的这种防御。他们的核心利益呢，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的明星产品波音787梦想客机，它的全球声誉。一旦你承认这是设计缺陷，但是现在还没有证据，就意味着可能要面对全球上千架的787飞机的这种强制检修、天价的法律索赔，以及对波音公司信誉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那同时呢，FAA 也在维护它自身的这种全球监管的公信力。如果最终证实一个 FAA 知晓但定义为非不安全的缺陷最终导致了260人遇难这样的惨剧，那么 FAA 它的监管权威以及标准会受到全世界的严重质疑。而印度的主动出击它实际上是在捍卫他们国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主权。和美国的防御形成鲜明对比呢，是印度的主动出击在拿到初报告当天印度的 DGCA 就发布了一个强制调查指令。这个行动它传递的信号是很强烈的，就这个报告这是一次清晰的这种监管主权的宣示DGCA 它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什么呢？我们不等了，我们不等美国的最终调查结论，也不等波音的解决方案，初报告中里边揭示的风险呢，已经足以让我们立即行动了。另外就是我们不信了我们不再采信 FAA 关于这个问题呢不构成不安全状况的这么个判断。在我们看来呢，任何一个可能导致双方在空中意外关闭的风险都是最高级的不安全状况。再来就是他们不妥协，他们通过把这个定性为强制指令必须干的，DGCA 呢就彻底堵死了航空公司
任何选择性执行或者拖延执行的可能。所以，印度的核心利益呢，它首先就是保障本国国民的生命安全，这是任何政府的最基本职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这个调查中啊，展现出他的这个独立的调查能力和监管权威，别被人看扁了，是吧？努力呢，从过去那个在全球航空体系中相对边缘被诟病的这个追随者，转变为一个敢于基于本国调查独立判断的这么一个决策者。所以在这场印美之间的这个监管对决之外啊，棋盘上的其他利益方也在基于他们自身的立场寻找他自己的位置。首先就是 FAA 的这个遇难者家属和他们的律师团，他们是这场博弈里边最坚定的进攻方。所以 FAA 的开关安全的声明对他们来说呢，几乎是一种挑衅他们的律师，比如说刚才我们前几次讲的英国的这个 Keystone Law 这么可能会抓住 FAA 声明中的这个逻辑悖论，在未来的法庭上呢，把它作为攻击 FAA 监管失职和波音设计缺陷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再一个就是印度航空和塔塔集团，他们处于最尴尬、最两难的位置。一方面作为运营方是吧，他们是潜在的被告需要应对巨额的索赔，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波音的大客户，又需要和制造方呢保持好合作关系。所以他们目前所做的呢，就是严格执行本国就是 DDCA 的这个指令，同时呢全力配合调查，尽管尽量把这个责任的焦点从运营维护引向飞机制造，这大家都能理解吧？那飞行员团体他们是坚定的真相派。FAA 的声明对他们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呢，就是说这进一步将调查的焦点呢从飞行员失误引向了技术缺陷。坏消息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技术缺陷类最终无法形成闭环，那么这个人为因素就是最不愿意提及的选项，这就始终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整个飞行员群体的头顶所以这份来自 FAA 的这个和波音的这个最新声明把 AI-171空难的调查呢，彻底从一个技术悬案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充满了法律和政治意味的这种角力场。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反而提出了更多、更尖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可能导致灾难的已知风险，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边，仅仅被一份建议性的通告所涵盖？在安全和商业成本之间，监管机构的平衡点到底在哪儿？所以在主导调查的印度这个就是 AIB 和作为飞机设计和制造国的美国的 NTSB、FAA 以及波音之间，最终的调查结论呢是如何平衡技术事实和国家利益。所以现在球呢又被踢回到了印度的 AIB 的脚下，他们手中的这个黑匣子数据和物理残骸是解决这场博弈里边唯一的能够一锤定音的武器，所以他们必须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来回应外界的压力以及质疑，来证明那个切断指令它的真正来源。所以 AI-171的罗生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篇章。再会。